欢迎收看《宝洁点兵》。川普一上任的时候，他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是什么？他说，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他要把它给否决掉。也就是按照现行的规定里面，你只要在美国本土出生，你就是美国人，你就是取得美国的一个国籍。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法令变成了中国富豪开的一个后门。现在川普指控说，中国富豪利用这样的一个规定，你知道他们大量在美国生产，一个富豪生产多少个，你知道吗？生产50-60个。当时大家听了以后觉得你川普又在胡乱了，你川普又在胡说八道。结果我们一查下去了，真的有很多的中国富豪在美国大量的生产，而且他们是透过代理孕母大量的生产。刚刚讲到的，一个人生50-60个人可能太夸张，可是一个人生20-30个、30-40个，竟然比比皆是，竟然所在多有。那问题来了，现在这么多的中国富豪，你不但跑到了美国，你透过代理孕母，你生了这么多的小孩，你到底要干什么？现在有一个最恐怖的说法是，他们先把这个小孩居然干嘛？可以卖回中国，卖回中国用领养的方式。那未来他的父母等到这个小孩子21岁之后，他们也就可以规划成美国的公民。你都没有想到，连这样的事情中国都可以利用。好，我们今天请到我来宾的地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韦真。大家好。好，第四位是战略专家林明辉。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分析师高子旭。大家好。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吓坏了。现在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看起来川普他要推动这个法案是很难的，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否决掉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可是川普讲的一句话把我给吓到，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给中国的富豪开了一个后门，很多的中国富豪利用这样的一个规定来美国大量的生孩子，有一个人居然生了50-60个。我想真的假的？一查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没错，事实上我们都说了，中国是所谓共产主义，对不对？但是我跟他讲，中国有时候比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他什么都可以买，对，他什么都可以卖。他现在连到美国生小孩，甚至在卖美国的小孩，都变成是一门生意。但想说你讲的太夸张，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川普总统说的。为什么呢？他最近出席这个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在争辩这个国旗法这个修正，他主张就是说了，这个公民呢不能够说在美国出生就享有公民权。他主张是要有特别的规定。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些人利用这个漏洞拼命的生小孩，他们说他们赚了数百万这美金。对，那总不能说他们以后就变成是美国人啊。他说这个时候呢，变成我们这个国际法一个大漏洞。他说我要堵上这个大漏洞。因为我看了之后，我一开始觉得说，你川普太夸张了吧？在美国出生变成美国公民，这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宪法里面，而且现在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也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难民，对，也是因为他在美国出生，他取得美国的公民，那不是完全否定到美国过去的一切吗？后来他说不是。重点是你开了一个后门，对，中国居然利用这件事情来赚钱。对，没错，因为美国对于所谓代理孕母这个法规是相当的松散，那你国旗法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生了之后，又可以变成美国人，所以当然漏洞非常多。好，那为什么这个漏洞其实有非常多人报道过？《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过一件事，他是在去年的12月16号，他报道一件事是在这个加州有一个家庭法院的这个法官，他要审批所谓代理孕母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代理孕母的老爸都同一个人啊？他就说，那我要来这个找这个人，因为徐波，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就找他来这个参加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时候，这个人就按这个照这个徐波来参加一个秘密听证会，然后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小孩？”他说：“我来这个为了要这个在美国生小孩要生20个孩子，以便要未来接管他的生意，而且他只要男孩，因为他觉得男孩比女孩更加优秀。所以你不但在美国生小孩，对，在美国找代理孕母是，而且你还特别要选生男孩的，对，那更不要说另外我们找到另外一例，是他只要女孩，对，所以我就说这是个案例，而且他说：“那你有没有见过你的小孩啊？”那个法官就问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没见过。”我工作非常繁忙，那我都把他管理在一个地方。你跑到了美国，你找了代理孕母，你拼命的生小孩，你生了20个小孩，然后你说你这些小孩跟你有感情，你要接管你的生意，对，结果你一个小孩都没看过。对，好，那他当时是法院是说20个啊，但是后来有媒体说他已经生了300个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夸张，这件事情还登上香港的媒体。他就说，在美国代理孕母到300个，就是这个叫做徐波的人。那当然他就说没有那么夸张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没有啊，伊隆马斯克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也生那么多小孩啊，他要串联成他的王朝，我也要串联成我的王朝这样一个状况啊。”好，结果没想到后来就有人去这个去看过徐波的小孩子，你看。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幼稚园，对，这些幼稚园宝宝的小孩子都是徐波的小孩。对，那徐波生了这些小孩了以后，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地方。对，跟他讲，这么多小孩都是徐波的。对，他们就像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幼稚园里面，对，找了一个保姆，找了特别的管家，找了特别的老师。对，你看吧，都是他的。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全部都是他的，他非常多人，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全部把他养在一个豪宅里面，那不是把他养到一个豪宅里面来说，他就把统一管理。都剃光头，每个都剃光头，穿同样的衣服。你看每一个都穿同样的衣服，然后每一个都要叫爸爸爸爸爸，学爸爸，学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看，全部都这样子留在家里面来说，要教养他们的一个情绪。不是，而且很变态。是刚刚讲，徐波你是多益网络的创办人，照理讲你也是教育界的人哦。可是他多变态，你知道吗？刚刚不讲，他把小孩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吗？集中在一起以后，我不是要请很多的保姆，请很多的老师吗？是。他说，这样我太晦气了。对。他的大女儿，他最大的女儿14岁。对。他就说，你不要念书了。对。你回来。对。你来照顾你的弟弟妹妹。是。你是老师是。你是教育界的，你14岁的小孩子，你女儿，你居然叫他回家照顾小孩。对，没错，因为他的主张其实有点奇怪，他在中国主张一夫多妻嘛，那在中国没办法实施，他们就让美国来，生了那么一大堆小孩，然后他教他的大女儿去照顾这个弟弟，你不要念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完全重男轻女。那你说他生的大女儿，你不要念书，全部来照顾弟弟。对，那你说生出来这样的小孩子来说啊，到底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到底对美国是好还是坏？哈，这就是川普为什么一直抗议的一件事。好，那我们来看，这不是一个案例哦，还有更多案例。在这个去年5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加州这个地方呢，有爆发一件事，就有一个小孩子因为头部创伤，然后被送到医院，就是这样被头部创伤送到医院，医院就说，这是家暴的这个痕迹啊，那我们就赶快去报警，然后就冲到他家，那冲到他家当然就进到这个豪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豪宅，冲到这个豪宅里面的时候，很豪华对，没错，他们救命要冲进去之后，保检他们发现什么？发现什么？居然还有另外15个小朋友。然后就目前为止来说，因为好，那你这个豪宅里面有15个小朋友，就再找，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孩？居然又找到了6个小孩，就是说有21个小孩，这个是在这个豪宅里面。大家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小孩子？这也太奇怪了吧！就后来当然法院就赶快要调查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跟徐波一样，对，养在豪宅里面，也有教室，对，也是集中管理，对，也都剃光头。对，后来法院就取得非常多的这个录影带嘛，录影带就开始看，你看这么多小孩，都是这个这个几乎是剃光头的时候，然后还有家教，还有保姆在这个地方一起在那边上课的这个情形。好，那当然美国这种事情，小孩子虐待小孩，这一定要查，就查下去的说。这22名幼童的父母亲是同一对的华裔夫妻，对，65岁的叫做宣国军，然后还有他38岁的这个妻子叫张思薇，对，然后他们叫做马克代孕公司，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帮很多人需要代孕的人呢，就开始生小孩的一个状况。这很多人来说，或许不是他们的小孩，也有帮他们别人生的这个小孩，所以他们有统一管理起来。你看。不是，可是我就不懂的是，你要代孕，我如果今天是代孕，就是因为我生不出来，是生不出来以后，我对小孩一定非常渴望。是，如果我一个透过代孕生了小孩，我一定会非常保护，我一定把他放在我的身边。是，哪有像这些小孩子一样，都已经念幼稚园，大家都已经4、5岁了，还把你放在外面？对，我就说嘛，我们台湾绝对认为说这个太残忍，但是没办法，中国共产党是属于唯物论。小孩子也是一个物品，所以他们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呢，只要在美国出生，不论是父母亲是不是美国籍，没关系，或是持有绿卡这些都没有关系。他说，本来就是在这个美国出生，或是规划接受管辖之后，就可以变成是美国还有居住州的这个公民。那好，那为什么这些小孩子满21岁的时候，他们可以依法为父母亲申请绿卡？所以就是说，你看，而且没有配额限定。对，所以就是也变成这样。现在很多中国人想要变成是美国人的时候，我就去领养一个小孩嘛。领养小孩之后，我会来他改天的时候，他21岁，我就可以变成是他的父母亲嘛，就变成是这样子嘛。这就是川普说的。现在这个所谓的出生公民权是变成了中国富豪或者中国人要变成美国人的一个后门。对，我只要在那边生个小孩就可以这样的。那你看，我们就讲，川普不是要卖他的金卡，一张金卡要几百万美金呢？这个只要20万美金就可以搞定。所以当然就很多人这样搞。好，那我们刚才讲，那你就说，我们就讲2个 case， 没有，还有另外一个 case。另外一个 case 就是他叫做汪辉武，他做什么事呢？他就透过代理孕母，他就是找什么？他找很多美国的模特、音乐家的卵子，因为在美国你是可以选的，我可以选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甚至哪个国家的国籍，我要他金发什么都可以选。美国这个都是非常多的，然后他就特别指明要这些，所以我可以选这个卵子的供应者，而且卵子供应者我可以选择金发碧眼、身高、学历，我都可以选。对，然后他就说我要生下10个女儿。
是为什么要10个女儿呢？他说我准备未来把他们变成是美国人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打入美国的上流社会，所以我透过联姻的方式，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选择一些所谓我要联姻的对象，选择我要这个权贵的对象，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构建我未来在美国的网络，不是太变态了吧？这就是中国的这个状况啊！而且他们想到的。汪辉武刚刚讲的，你都是透过代理孕母，是你透过代理孕母就是特别精挑细选的，对，特别都是怎么等于说是身高非常高的这些 model， 我特别选 model， 我要特别选出要生出非常漂亮的女孩，对，而且我只要女生。刚刚讲的徐波只要男生，对，他是只要女生，然后呢，我就生了这个10个以后，我就要把你好好的教养、精心打扮，我要把你打入上流社会。而且那很夸张的是什么呢？他还有一个这个办理代理孕母的律师说，他要求这种代理孕母要生10个、20个富豪非常非常多了。他说有一个这个洛杉矶的代理孕母的律师说，他曾经接到1名中国客户哦，他说希望同时进行8到10次的代理孕母哦，一次8到10个。然后他说，居然这个人问他什么？律师，你可不可以给我打折啊？然后这个律师就说，不行啊，我们不是 Costco 啊。但是你看，中国民众就是把它当成是这样子，当成 Costco， 所以我才说，你就觉得你看到这些故事，你会觉得非常荒谬。所以他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批量生产，对，也就是他们这一次是真的，一次去就生10个、生20个，就这样生。所以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我就跟他讲，在中国这种所谓唯物论之下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要做出什么，你觉得这个道德都很荒谬的事情来说的话，他们还是真的会做出这样子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是说。他们这样做，而且我就听到有一个代理孕母坏吧，他其实是因为2件事情爆发。是，第一件事情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怎么可能说我代理孕母，然后爸爸都同一个人？对。那我一查了以后，他其实是拒绝你徐波对于这些小孩子是有所谓的侵权的，没错，这个才爆开。是。第二个是有一个代理孕母出来这个所谓的举报，对，为什么举报说？我是基于同情，对，我同情那些没有办法生产的小孩，所以我愿意用我的身体帮他们生小孩，我要解决他们的痛苦。那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情。可是我才发现，怎么同一个男生，那你找好几个代理孕母，那完全违背我们的价值。对啊，也就是说，你看，事实上他们把这个美国法律的漏洞钻到非常非常的极致，钻到非常极致的用来做什么？用来自己牟利。牟利之后，你看他们这些赚到钱了，不止他们赚到钱了，然后这些富豪呢，又可以让他的小孩拥有美国籍。对，所以我才说这已经变成是一门大生意了。而且后来我去了解说，为什么除了我要买卖，我要取得美国籍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美国籍，对，你要在美国投资，对，你要在美国置展，对，你要在美国开户，对，你要在美国做很多事情都更方便。对，你更方便什么？美国亲门打吼，对，中国亲门打吼，或者更深入美国的社会。对，没错。也就是说呢，川普认为说，这个如果真的人太多的话，那会不会有一天来说，就慢慢的渗透到我们美国的这个社会之中，甚至呢，这个好像有点在洗人口这样的一个感觉嘛。所以来说，其实川普为什么他会亲自出席最高法院去做这样的答辩？显然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是他觉得关乎国家安全的。当然，现在美国整个的社会气氛是不接受川普这一套，可是你去了解以后，就觉得这整个过程不可思议。所以吴董，其实在美国社会有个非常深层的一个恐惧啊，不是美国，其实整个欧洲叫黄祸。黄祸就是当时整个成吉思汗整个打到了整个欧洲了以后，就整个黄种人铺天盖地而来，然后呢，现在把大家给吓死了。现在刚刚讲到了，我现在不是蝗虫过境而已，我根本就是跑到你家生小孩了。这个是个，所以当时这个时候在19世纪所谓的排华法案啊。在全世界美国排华法就是为了黄祸啊，就是怕黄祸嘛，太多，他认为黄种人会淹没白种人嘛，他的概念是这个概念。那到今天这个概念已经进步了，你在想，我就不可理解，一个富豪他为什么要生300个小孩？对，然后去找到美国的精英，然后跟他一起再结合。对，那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种人先天上。在他的 ideology 里面，他在意识形态上，他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者。这一定是很特殊种族主义者干这种事情。对，他干了300个，好，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 model， 对不对？如果这个 model 蔚为风潮的话，中国的有钱人亿万富翁比比皆是。他一个阶层里面非常有钱，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都去搞20个、30个、50个、100个。我告诉你嘛，50年嘛，100万大军，美国总统就是中国人啊，就干掉了啊。为什么？精英主义啊，对，他都是有钱人啊，对，他都到你去美国去跟你去斗内大学什么大楼啊，对不对？Wharton，而且刚刚讲到
那个汪辉武特别选了那个所谓的年轻美貌的这个 model， 然后我要特别培养，我要培养你刚刚讲的你的任何的地方学识培养，让你打入上流社会。打入上流社会啊，你黄种人是打入不了的。在全世界都不可能的啊！就在美国，所以他要让他变成美国人，当然变金发碧眼的美国人，白种人嘛，一定要 Caucasian 嘛，白种人才有可能打入上流社会。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哈，他会到底是他是个人行为啦，个人行为其目的到底何在？但是你再看另外一个人 ，Elon Musk，他搞了几个人？他搞了17个还是18个吧？对不对？他也是一样的概念啊，他一边交女朋友。一边生小孩，追美女啊，然后在这找代理孕母，一找到一大一票，搞了10几个，那什么概念啊？就他就是希望有他的精英分子能够，他认为他是精英分子，他对他自己的本身的 DNA 啊感到非常骄傲，所以这种 DNA 骄傲，然后经过好的配种关系以后，它会产生更好的这种 DNA 的结果出来。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他是一种科学性的种族主义者。他不是土包子，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啊，非常特殊的啊，而且他们的目标啊非常清晰。你刚刚讲过一句话，打入上流社会，对，他打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你知道吧？我们爬到今天，爬到这个楼梯间的时候，已经爬了几十年，垂垂老矣。他们这个一出来就给你搞到那个顶端了，那很容易就到常春藤啊。我从你的基因、你的肤色、你的外表、你的种族，然后呢，我再培养你，然后你才可以打到上流社会。就是那个就是很简单嘛，常春藤一进去就上流社会了嘛，非常容易的事情。大家再读个 law school 再出来的话，你就一出来，学校毕业到律师楼上班2年，就开始就去选 Congress 嘛。这州的 Congress 选上以后，就是国家就是中央的 Congress， 很快啊，大概30多岁就可以当了 Senator， 没有问题啊。美国的制度很简单的，尤其年轻貌美最容易，颜值高，所以他这个想法不是完全无稽之谈，知道吧？我觉得他们有一批人在想这种事情。中国有一批人想这种事情，当然有这种人啊，他不是傻瓜、啊？我从根本颠覆美国。他身上有好几十亿美金要干这种事情的人啊。他们会团伙，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是，所以我跟你讲黄货嘛。他有钱以后也是黄货，没有钱以后是华工，也是黄货。就这个14亿人口啊，他要统治世界，他的怪招一大堆，他这一招最狠。对，刚讲了，你先可以感觉到说，美国右派对整个中国真的是有一种深层的恐惧。你看到川普一上任以后，签署了很多的法案，或者他做的很多事情，根本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对，美国在内部川普所做的任何事情，还有美国在外部，就是包含委内瑞拉、伊朗所做的事情，都是冲着中国来的。所以你知道，川普竟然可以在最高法院旁听75分钟哦。一个总统哦，你说为了这个案子，出生公民权的案子，他就在旁听哦，总统哦，旁听哦，对，待了75分钟，对，而且直接点名就是中国这个代理孕母的事情，还有生小孩的事情，所以显然川普已经意识到什么东西，这种不叫所谓的单纯的黄祸而已啊，这种叫什么种族清洗，你知道吗？在 ICC 就是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当中，就有所谓的种族清洗，就是一种罪行了。现在其实川普就是要把这一门关起来，为什么？这个如果门一直这样打开的话，他以后真的照吴董讲的，以后美国总统就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啊。那这个情形就是中国现在正想要的东西，全世界都是由中国来统治。不是，我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是会这样干的。对，会这样干，那就是变形虫的概念呢。真的变形虫，到哪里都是什么？以前香港人说那根本就是蝗虫过境，片寸草不生。我现在那个画面就有那种蝗虫过境、寸草不生的感觉。是啊，原本这些东西就是给予公民权，都是为了一些人权所思考的。对。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人当人权思考，他把人当产品，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美国有很多的黑奴。黑奴当然讲，在他的公民法院之前，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的，他们也没有任何国籍的。那你为了要让这些黑奴的后代你在美国生活，他们是拥有美国国籍，所以他们才有这个所谓的出生。为什么美国出生？其实是为了这些黑奴的后代。这是一个民权法案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可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利用这种人权法案搞这种事情。所以，像过往给予所谓的出生
出生公民权的目的，其实也是因为以前的诉讼案所确立下来的结果。那也是因为很多华工到美国，或者是黑奴到美国，他生出的小孩，他到底要不要有美国权、美国的公民权？所以当时的判决就是给予这个。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个旅游状态，是有钱人到美国去，然后旅游状态去找代理孕母，然后甚至于说背后是不是有中国政府的资助，而一个进行一个计划性的。对，我觉得应该有中国政府的资助，而进行这种计划性的一个做法。这种做法来讲的话，如果散布在美国的各个州，不只是总统而已，各个州的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各个州的议员全部都是华人担任的话，那哪一天来讲的话，只要什么？习近平一点兵，马上是什么？全部起义了，全部第5纵队不就在全部都在县城了吗？你现在看到现在澳洲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澳洲现在的中国人口还没有很多，他现在已经慢慢的，他很多 Congress 已经开始进去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都已经进去了。他们现在是非常团结的。对，所以你说川普用各个招数，比如说晶片卡关、卡脖子，然后呢经济贸易等等关税等等一堆手段。没有料到，原来中国用这种原生物种的方式，直接进入到美国内部来篡位。那这种做法，如果再不挡下来的话，不好意思，因为听说这个判决可能会对川普非常不利。对啊，它是一个些微的差距。但是如果美国还没有办法觉醒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说，因为我们是台湾，我们对这个很敏感。对，跟你说，美国人来讲，那是我的基本价值，那是我的人权价值，你要去推翻这个东西。刚刚讲 Rubio 就是他爸妈是难民。你在美国出生，你才会有现在的美国国务卿。那你现在对你这样的东西，不是变得很尴尬吗？对，所以一开始我就讲，川普之所以能够待75分钟，他可能意识到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严重，而可能底下给他的所有的情报系统都显示说这个事情是不单纯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可能接下来在行政命令方面来讲的出招，可能就是针对中国这些东西而来。代理孕母也好，或者是未来到美国旅游去生产也好，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可能暂时会用行政命令把中国挡住。好，慧珍，这个新闻在去年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焦点都放在代理孕母。对，怎么有代理孕母，然后生那么多小孩，你觉得很特别？可是今天我觉得川普是把他拉到一个国家跟国家竞争的一个高度，觉得你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绝对不寻常。是啊，宝杰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65岁的那个宣国军跟一个38岁的说是他太太，然后2个总共有养了大概20几个、22个，其中有6个已经被送走了，你知道吗？送走了？对，送去哪了？不知道。然后你知道那个宣国军后来被人家发现他的身份，他应该是有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应该是有军职身份的。然后呢，他说他非常活跃众多的侨胞的团体，包括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就职典礼、安全座谈会等中国社团活动，甚至他还被赋予川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打进这里。对，然后呢，他在那边就说啊，我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所以刚刚廷辉有特别提到啊，这个有没有政府在后面做一个支持？事实上是有可能的。然后第二个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包括刚提到的这个汪先生啊，就是说专门找美女的这个汪先生，汪辉武，还有一个徐波，这2个人全部都是教育产业，所以就有人说，奇怪了。是不是好像有特别在选定这个产业的，专门在做这个人口的这个生意啊？对。刚提到你刚不是抓了21个还是22个，有6个不见，他们就问说那6个去哪？6个去哪了？不知道，但有人说贩卖，所以美国是用人口贩卖在调查哦，卖到中国去。有人在讲啊，其实刚刚世忠哥讲的是对的你看这个 baby 如果还有美国籍。他变成被中国的夫妻收养，对，以后长大之后，这些中国夫妻可以变成依亲的方式来到美国变美国人按照规定是他只要成年，对啊，小孩只要成年，爸爸妈妈就可以来跟依亲取得美国籍，而且重点没有配额限制。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搞不好真的是对他们来讲。不是川普在推黄金签证吗？100万、500万美金，好像最贵500万美金黄金签证。我找个代理孕母，顶多我刚才特别找了一下，18万美金。
而且呢，现在连单身都可以。对，代理孕母不是一对夫妻生不出来才要代理孕母吗？现在没有，他们现在生意已经做到，好像这个小孩子变成是你的黄金签证，因为你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是美国人，所以呢，你只要以后是靠着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 baby 长大变成美国人之后。父母亲买了这个 baby 以后就可以变成是依亲来到美国，所以为什么川普这件事情拉高到国安层级？因为看起来这一门生意越来越多人做，而且呢成本比你那个黄金签证500万美金还要来的便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